I offer you the loyalty of a man who has never been loyal. I offer you the loyalty of a man who has never been loyal. I offer you the memory of a yellow rose, seen at the sunset years before you were born. 跳楼了！有人跳楼了！喂，是110吗？有是有人跳楼了。好像是我们班郑倩。郑倩楼了。我们班那个一直追老雷的那个女生。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回去上课哈，回去上课。我们接到举报，10月22号，也就是郑倩跳楼的头一天晚上9点左右，就在这间教室，你跟郑倩发生过争执，然后她衣冠不整，哭着从教室跑出来。照片呢也被证实了。你确实对郑倩有过一些不当的行为。虽然警方已经认定是自杀，但你也看见了，这件事的社会影响非常的坏。郑倩的母亲、其他学生，你不要把你那些无聊的爱情幻想捆绑在我的身上。我们之间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任何可能。内部处理意见已经出来了，领导层的意思非常明确，开除你，严厉谴责加行业封杀。总之，绝对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到公司的名誉。是。事情发生前一天，他来找过我。我呢，作为你的领导，我相信你的为人，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郑倩的死你确实脱不了干系。所以我给你个2全的建议：主动开个发布会，道个歉，然后辞职回去休息一阵。道歉的内容是什么？雷鸣，你怎么不明白呢？这件事情如果真闹到开除那一步，那就是官方定性了。你一个污点老师，你告诉我，你今后想不想吃教育这碗饭了？公事我都传达完了，现在这屋里没别人。你跟我交个底，你跟郑倩到底什么关系？我们就是师生，没有别的关系。明龙实验风波再起，一则匿名爆料，直至前不久因学习直播而爆火的高311班教师雷某，正是08年造成女学生郑某在志享教育教学楼坠楼身亡的狼师雷鸣。惨剧发生后不久，雷鸣便引咎辞职，离开了教育界。但仅仅过了10年，狼师改名雷鸣，虽一字之差，但他又重回教育界，回到了明龙实验中学任教。
校园里，谁保的？学校不审核老师背景的吗？那这老师让他滚出学校去！滚出学校！太变态了！听说是女学生被猥亵了，请大家把消息和照片散播出去，让她丑陋的面孔无处可藏。猥亵了吗？之前不是说了吗？让还有在公体上使用猥亵的招生，也有点太过了。对啊，这种变态吧，他还在民营实验教书呢。在民营实验教书，扣子去头他爸也是老师，还是个很有名的老师。全家都有问题，其他各家会是机密自带的。杀人犯11班这群人是我们的程雨山，我的绝配。他爸也是面树青，血脉相承，我就说吧，那雷梅招学生的时候就没安好意。我听说当时好多人报名呢，长得丑的都被拒了。真的假的？你再看看现在班里那2个女的。你不说我都忘了，那个程以三不是很出名吗？说不定。谁啊？我说错了吗？大家都这么说，你们老师就是害死人的猥琐男。哎，赶紧！好了。回吗？11班都成八卦打卡圣地了，回去找喷啊。他还没回消息。你们信他吗？如果爆出来是什么经济犯罪，什么欠债不还，哪怕是蓄意诈骗，我信。如果是这个，反正我不信。我们也不是当事人，唯一知道真相的只有他自己。那我们想帮他回怼也没有底气啊。明明说了再也不玩失踪的，这又不知道跑哪儿躲起来了。手机尾号8556。订单上的名字。名字我看一眼啊。哎呦，这被油占了，看不清啊。哎，您是姓雷吧？啊，雷先生，您快开门吧，我这马上超时了呀。备注，我备注写的什么？备注写的是这是根本就没写备注。先生，那我把外卖给您放门口了。哎，怎么样啊？不是，哎，你说一下呀，还这都没骗开。太精了！哎，当事人的独家大家都没抢到的吧？都还没呢。我就不信他不下楼。
在泄露房间号，投诉维权了。对不起，雷先生，他穿着外卖服，我就下不为例，挂了。等一下，雷先生，有个叫李然的，一直在我们后台上同一条信息，内容是：雷鸣，你要是再失踪，我们就罢课。我们这里请您赶紧解决一下，系统都快崩溃了。好，知道了。没失踪，这段时间好好听桑老师的。老雷，雷鸣，没失踪，这段时间好好听桑老师的。等过了这事儿，我就回。还有，不许因为这件事儿影响学习。就这样。和我想的一样。什么意思？你们就不觉得时间很凑巧吗？10年前的事儿，偏偏现在报。我们先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目标肯定是雷鸣吧。雷鸣要是毁了，谁最高兴？一开机就是你，一直在给我打吧。说吧。想要个道歉。道歉有用吗？我10年前就道过歉了，解决问题了吗？是跟我道歉。跨年夜那天放我鸽子的，不是你吗？我不是来聊工作的，也不是来要解释的。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你现在啊属于应激反应，而对付你的应激，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他的吧！当当。嫌烦啊？没事，嫌烦呢，我们就都不说话，把这些全都清空。你回家洗澡睡觉。谢谢你了。
但我现在真的没胃口。可以。怪不得说他们家蜂蜜芥末是招牌呢。哇，太可以了。哇，国产精酿之光啊！对，能别这么复古吗？这更过分了。这个还行。那你这是专门建了一个跟下雪有关的歌单吗？没有啊。馋了，来吧，要什么口味的？这儿有蜂蜜芥末，还有酱油海酱油蒜。给你的酱油蒜。啤酒呢？有荔枝海盐的吗？荔枝海盐，给。多少夜我都在放我角落困着等待解脱，也试过逃离难以触摸这自我的游戏，是否只有我就忘了吧？阳光穿过窗没把你治愈吗？身边的人没问过你还好吗？没试过和自己和解吗？在身体还不清醒吗？放不下那么重要吗？执着不过是你。放心吧，11班暂时由我和楼校管着呢。胡老师、谭老师也都在按照你的教学计划继续上课呢，都没受什么影响。好。就忘了吧。反正你什么时候想聊了，我随时都在。人总不能一直被过去掐着喉咙吧，会窒息的。有人回答，原来是很久没联系的那个。下雪了。那他还好吗？新的旅途有谁作伴啊？我回头望，身后的脚印原来是凉爽，就忘了吧。红尘与你是你的作品吗？从小手就可以摆脱吗？就试着和自己和解吧。就忘吃完了，下次我请。回去记得洗个热水澡。非是自己有那么重要吗？还不如拥抱凋零的繁华。怎么了？就忘了吧。郑倩的死，我有责任。所以这10年我没有原谅过自己，这也是在提醒我，别把学生看得太重，尤其是你，苍老师。
我希望你能早点明白，老师跟学生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不管是谁越过了那条线，后面的事情就不是他能掌控的了。喝了酒，交个代价。08年最火的网络平台，无非就是贴吧、博客，还有校内网。宇阳，你来负责博客。边小小，你负责校内网。江清朗，你负责贴吧。李然，你负责追查匿名帖。既然雷鸣当年被全网网爆，互联网上一定还存留着大量信息，我们要在这个里面找到蛛丝马迹。对不起啊，这段时间应该有很多人过来打扰你吧。我之前说过，我做老师了，是我先食言了。我做回老师之后呢，好像总是又能见到你。有的时候，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会回到那一天。可我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你掉下去，来不及救你。我知道，报应还没结束。10年，120笔，都在这儿，一分没动。我晓得是你，除了你，没有人欠我们家的。排骨粉、排骨面来喽，慢慢用。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请你帮我2个忙。你说。第一，以后你就不要再到坛坛上来了。流浪猫就在那里，你也不要再去了。那是钱钱留给我的事情。店面的事，我的态度你也很清楚了。钱钱走了，我就是当传承也好，
喂流浪猫也好，这都是我愿意做的事情。我做这些事情，就好像是倩倩还在我身边似的。第二件事，这件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你要是真的为倩倩好，就让这件事情永远的过去，永远不要被人再提起来。你提一次，那倩倩就要死一次。好，一定做到。我不晓得。我不晓得是为什么，倩倩走，我真的不晓得是为什么。出门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学校也选了，奖学金也拿了。晚上家里还等着他包饺子吃，不晓得是为什么。他爬那么高的楼，得多疼！不晓得是为什么。这个是我的 SAS， 51分，属于中度焦虑。这个是 SDS， 74分，严重指数0.93，属于重度抑郁。哦，还有这个 EPQ， 分析显示我的 P 值和 N 值都比较高，所以我情绪不太稳定，并且不太关心别人。不过这些都是2年前的数据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让老师重新评估一下我的心理健康状况，顺便也更新一下您的关注名单。你都背过了吧？什么？我看过你的入学心理健康档案，属于非常健康的区间。这些测试网上也都有，你那么聪明，把原题和答案背下来都不难。我知道你动过我的药瓶，我承认，里面不是维生素，是艾司西泰兰。我吃了1年，
状况良好就停药了。而且，就算今天要重新测量，我也不怕。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现在很健康，不需要你。是吗？那你怎么知道我动了你的药品啊？如果你已经停药了，为什么还要动它呢？如果不是我把你的药瓶挪了位置，你今天会来吗？如果你现在真的非常健康了，那你为什么在意我的评估呢？桑老师，你知道学校为什么会有心理老师吗？因为那是硬性要求，说穿了就是面子工程。就好像只要有一个心理老师，学生的任何心理问题都能解决一样。但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一个不抑郁的人要怎么帮助一个抑郁的人呢？就好像这刀子划在我的胳膊上，疼的会是你吗？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的是一个好成绩，一个好大学。我的所有焦虑都来源于学习压力。只要高考一结束，什么都会消失的。学农那天你那样对待一只蝴蝶，也是因为学习压力吗？什么意思啊，桑老师？你看错了，那不是我。他没事吧？他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哦，班上有事儿。所以你们的意思是，郑倩当时是被孤立了？不是我们说的。是这篇帖子。如果真的像新闻里所说的，郑倩的死是老雷做了什么，当年志想又快速跟他划清界限，那为什么10年之后还敢投资老雷的项目？这么大的雷就不怕别人来爆？还是说郑倩的死其实跟老雷没什么关系？而且谭娜娜说过，之前老雷是有个贴吧的，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原来老雷之前真的叫雷鸣，是明天的明，不是现在这个一鸣惊人的鸣。重点是这篇帖子的发帖时间是2008年10月25号，也就是郑倩去世后的2天。这个贴吧都是骂老雷的，这帖子一发出来也被骂疯了。但关键的是最后一句话：郑倩的死，班里每一个人都无罪吗？还有这些，这边。哦，这都是你们弄的？郑倩的信息其实很好找，每个平台都用这个头像，飞翔的少女。我们还发现郑倩和曾经发布雷老师无罪的那个小号有过互动。语气非常像同学，都是老雷的学生。这个人我们都认识。大家一起来朗读一下：蒹葭苍苍，好吧，想问什么？
网上那篇雷老师无罪的爆料帖，是不是老师你发的？为什么说班里的人都有罪？他被霸凌了吗？他和老雷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个时候的老雷真的是光芒万丈。那个时候的我也挺疯的。老雷同样的课程我连报了3回，就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郑倩是喜欢老雷的学生中最普通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你画一幅素描都找不到任何特点的鸟。没事，我们来讲下一个知识点啊。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我有点怕他。雷鸣贴吧的管理员，我申请了1次就通过了。当时我特别开心，还发了说，老雷还给我点了赞。可是没过几天，就有一个叫野渡无人的 ID 发私信过来骂我。狂骂的那种。然后那段时间，我的作业本不是丢了，就是被人撕了，墨水也洒了一书包。我查了好久都不知道是谁干的，直到有一天，他不知道我能在镜子里看见他。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眼神，真的不理解，是什么样的仇恨能让一个人用那样的眼神去看别人？对，野渡无人就是郑倩。后来我才知道，他申请了很多次的贴吧管理员都没有通过。所以才那么针对我。不过我也不惊讶，他本来就很孤僻，平常也不跟人对视，也很少说话。不过，这究竟是他的性格原因，还是他是被孤僻的呢？谁这么缺德呀？在教室里面吃烤鱿鱼。他，哎呦我去！都来了，那能怎么办？你给撵出去啊！我凭什么？我不管。大热天的，真是吃烤鱼。你有病啊你！啊！对，我有病，离我远一点。嘿，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郑倩妈妈是摆路边摊的，但在那之后，所有人都叫她烤鱿鱼。就是一个鱿鱼啊！还有人时不时来点恶作剧，说不清楚是谁干的，就好像大家都默认了一样。烤肉。哎，咱们去看看吧。
们喜欢老雷，大部分都是闹着玩的，但郑倩不是。她把吃饭的钱省下来，给老雷买礼物。老雷知道以后特别生气，然后就和他保持距离。结业聚会那天，他突然出现。你叫他？我没有啊。穿得特别显眼，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青倩，你要不要坐下来吃点？不好意思，我走错了。然后第二天，他就跳了。这么多年，老雷什么都不说。你们可能以为他是在逃避吧，但是我觉得他是在绷着，所以从来就没有舒服过。老雷，小雷老师啊，这么晚了有事啊？全体高三班主任、家委会代表，还有学生会干部上交的签名请愿，大家的目的都很明确：开除雷鸣，恢复学校声誉。我得说说你，老王，知道你们敢砸钱，这些年从我们学校挖走了多少老师，可有钱也不能一手遮天啊，这样走不长远。哎呀，味道不错，哎，别续了，最近学校事儿比较多。我都明白，雷鸣捅了娄子，做领导的得补救，情有可原，理解。但从我个人立场上讲，我替您不值。你看看，雷鸣创建11班为的就是从志向拿到投资，这一点毋庸置疑吧？但他怎么跟你们说的？我猜猜，教学创新，振兴农海，可笑！有目共睹的是，您才是真正的为了学生好。可他呢，他就利用这一点把您框进来。但咱把话说回来了，如果您能接手11班，这个班它还能活。只要有一个能考上清北，咱们未来的招生，除了桃李班、松柏班，还可以添加清北班、逆袭班，所有的功劳业绩全部都是您的。他雷鸣能给你1年的奇迹，我志向能给你10年、20年。
但只要您在开除雷鸣这件事情上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既然大家都不好开口，那我就先表个态。关于开除雷鸣，我没有意见，前提是如果调查结果出来，证实雷鸣的确曾有过不当行为，雷鸣是我招进学校的，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没有做充分背调，就让一位有劣迹的老师来担任教职，这一定是我们的失责。但现在又因为几份未经证明的新闻报道就直接开除他，我认为同样是失责。雷鸣老师过去到底是不是有不当行为，到底是不是害死过学生，这些要被证实之后，我们才能做决定。我可以证明。我可以证明新闻里说的都是真的，因为10年前我就在职强实习。那天晚上，我本来是想去请教一下雷鸣，结果……哎，老师你好，我叫肖瑞。这件事啊，就当做我们之前的秘密。你还年轻，很快就会忘了的。不会。roaring, tapping on my shoulder. Fight the power, meet the challenge, face to face we have each other. Maybe this is not the life you hope for, but don't give up, we have tomorrow. Someday we will earn the prize we fight for. Every setback says that I'm the fighter.
just for